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孙阳。今天聊的话题，您可能觉得有那么神吗？甚至嘀咕，这该不会是瞎说吧？请您一定耐心听完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要讲的东西就藏在您家厨房里，超市天天见，便宜又简单。可这么不起眼的两样东西，医生不会特意告诉您，医院也不会开给您。先说说那些烦人的问题，早晨起床浑身酸疼，喉咙卡痰，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，心烦意乱，身体累却脑子不停。去医院常说是慢性炎症，于是吃各种消炎药、抗生素，结果指标反复，胃吃坏了，手脚冰凉，体质越来越虚。这好比家里失火，只关报警器，火还在烧，这完全是方向错了。今天教您一个简单方法，只需蜂蜜，加上一勺被忽视多年的宝贝，只要坚持每天早晨空腹喝，我不敢保证您一辈子不生病，但在对付咳嗽、失眠、全身慢性发炎上，3天就3天，您会感觉身体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。如果您觉得我说的有道理，请在评论区打上1，也麻烦大家动动手指，给岁月安心站点个关注或顺手点个赞，这对我是最大的鼓励，也能让更多有同样烦恼的亲朋好友看到。下面我就开始讲解，咱们得搞明白人为什么会生病，为什么身体里会有那么多炎症。现代医学一见炎症就觉得是火，就要消炎、清热、杀菌，这其实是大错特错。在中医看来，尤其是我们经方的理解里，大部分炎症根本不是热，反而是寒，是你的身体太冷了。你可以想象一下，冬天的河流，如果天气太冷，水是不是会结冰？冰一结，水流就慢了，对吧？流速一慢，河里的垃圾泥沙不就沉底了吗？这些沉淀下来的垃圾堵塞河道，就是你身体里的淤血和痰湿。堵住之后，身体是很聪明的，它想清理这些垃圾，怎么清理呢？它得调动能量，得发热，得加速血流去冲开淤堵。这个发热冲刷的过程，在西医显微镜下看，就是红肿热痛，就是白细胞升高，他们就管这叫炎症。所以炎症的本质其实是身体在自救，是阳气在努力融化体内的冰块。可咱们怎么做的？一看到发炎，就用抗生素、寒凉药去压它，这简直是雪上加霜啊！你把身体好不容易升起来的那点抗病之火，一盆冷水浇灭了，冰块没化开，反而冻得更硬实。这就是为什么你的慢性病总不好，为什么咳嗽3个月还不停，为什么关节炎一到阴雨天就疼，寒气早就钻进骨头里了。那该怎么治？其实很简单，顺势而为。既然是寒，咱们就用热；既然是堵，咱们就通。今天这个方子，第一位是蜂蜜。有人说，蜂蜜我天天喝，没用啊，那得看你怎么喝，跟什么搭配。蜂蜜在中医里叫甘缓，甜味入脾胃。大家记住，脾胃是后天之本，是你身体的粮仓，所有药物食物都得经过脾胃运化，才能输送到全身。蜂蜜还有个关键作用叫润燥，现在空气环境差，大家又爱熬夜，很耗身体津液，肺里特别燥，肺一燥就像干裂的土地，没法正常呼吸，没法排废气，所以你才咳嗽。其实咳嗽是肺在喊救命，它想震动着把脏东西排出去，这时候蜂蜜下去，就像给干裂土地浇了水，既能滋润肺，又能护住胃黏膜，给身体最直接的能量。但光有蜂蜜不够，蜂蜜是阴柔的，它能守，但不会攻。如果你体内全是寒冰，光到点蜜糖水上去，化不开啊。这时候我们需要一员猛将，需要一把火，这就是我要说的第2样东西，肉桂粉。注意，我说的是肉桂，不是桂皮，它俩虽然同源，但药效完全不同。我们要的是那种味道辛辣浓烈，吃下去舌头微麻，一股热气直冲肚子的肉桂。为什么非得是肉桂？在经方里，
肉桂是入心入肾的，它有个极其重要的功能，叫引火归元。什么叫引火归元？很多失眠的人都有这种感觉，头脑发热，脚底冰凉，这就是上热下寒。你的心火本来该往下走，去温暖肾水，这样水火既济，你才能睡得着，身体才暖和。但因为中焦堵了，或者下焦太寒，心火下不去，就浮在上面，火在上面烧，你就心烦失眠，口腔溃疡；水在下面动，你就尿频腿软，特别怕冷。这时候肉桂就像个向导，它能把你浮在上面的虚火一把拽回肾脏里，藏到命门中去。这点火一旦归位，就像冬天锅炉房点着了，整个屋子的暖气管道瞬间就通了。当蜂蜜遇上肉桂，这可不只是好喝，这是中医里顶级的智慧，阴阳双补。蜂蜜是土，是阴，它手中焦；肉桂是火，是阳，它走全身。肉桂那股热气，裹着蜂蜜的滋润，像一支精锐部队直接冲进你身体里那些冰冷的角落。咱们来看看这杯水喝下去，身体会发生什么。首先，针对咳嗽，长期咳嗽往往是肺里有寒或有浮痰，肉桂的辛温能把肺里寒气散开，把血管扩张，寒气一散，冻住的痰就开始化了。这时候蜂蜜正好润肺止咳，把化开的脏东西顺滑地带走。我有个病人张女士，60多岁的一位大姐，咳了整个冬天，晚上咳得没法睡，输液、头孢、阿奇霉素轮流上，结果越治越咳，最后咳到一咳嗽就漏尿，特别痛苦。她来找我时，脸都是青黑的，一看就体内寒湿极重。我让她把西药停了，去买最好的肉桂粉，每天早晨1勺蜂蜜，半勺肉桂粉，温水冲服。她当时不信，这么简单能行？我说你是3天，不行来砸我招牌。结果的2天晚上，她就打电话来，激动的不行。说喝下去半小时就觉得肚子里暖烘烘的，接着吐了好几口黑浓痰。那晚他睡了整夜觉，一声没咳。3天后他再来，脸上有血色了，手脚也暖了，这就是肉桂把肺里寒痰顶出去了。其次，针对失眠，现在很多中青年人失眠，多半是因为心肾不交，肉桂把心火引下去，心神就安了。蜂蜜提供大脑需要的天然糖分，能稳定血糖，让你夜里不会因低血糖惊醒。很多老板高管压力大，晚上脑子停不下来，我让他们喝这个，他们反馈说比安眠药管用多了。安眠药是把人打晕的，2天头昏脑胀。这蜂蜜肉桂水是让你自然的困，像晒着太阳那样舒服的睡过去，第2天精神百倍。再来说说最让现代人头疼的体内炎症，尤其是关节炎。很多老人家膝盖疼，手指关节肿痛，西医说是磨损，中医看其实是风寒湿3气杂质，合而为痹。说白了，就是你关节那儿进了风，受了寒，困了湿，血流不过去，不通则痛。肉桂是纯阳之物，走窜能力极强，它带着热量巡行4肢百骸，专攻那些阴寒凝滞的地方，就像春阳照冻土，冰雪消融，血脉通了，炎症因子和垃圾被运走，疼痛自然就消了。哥本哈根大学曾做过研究，找了一批严重关节炎患者，每天早晨喝蜂蜜加肉桂粉，结果1周内200多人里有73人疼痛完全消失。1个月后，那些原来走路要扶墙的人，居然能扔开拐杖走了。这在西医看是奇迹，在中医看是阳气通达的必然结果。我知道很多人心里还在嘀咕，被现代健康观念洗脑太久，总觉得治病非得复杂昂贵，用高科技仪器才行。那咱们就把话摊开说，往深了挖，看看为什么1勺肉桂加蜂蜜能把几十年的老毛病连根拔起。这背后的道理其实比你想象的更深奥，也更科学。首先得修正一个观念，什么叫正常？什么叫健康？
现在的体检表上一堆数据，血压、血糖、血脂在范围内，你就觉得健康。可你问问自己，你舒服吗？手脚一年四季温热吗？早晨醒来有精神吗？头面是凉还是热？在中医，尤其我们经方家眼里，真正的健康人必须符合一条核心标准：手足温热。如果你手脚常年冰凉，哪怕体检全绿灯，我也得说你病了，而且病得不轻。为什么？因为手脚是人体末梢，心脏搏动把血液泵出去，如果心脏力量够强，热能一定能推到指尖脚尖。如果推不过去，就说明心脏力量弱了，或者血管里有寒气，淤血把路堵了。而这杯蜂蜜肉桂饮，瞄准的靶心其实就是心脏。有人问，肉桂不是调味品吗？怎么成心脏药了？神农本草经里说肉桂主百病，养精神和颜色，口气这么大，为什么？因为肉桂大热，入心经，它就像给你心脏加了个涡轮增压器。现在西医治心脏病，搭桥、支架，那是治标，管子堵了换一根。可你不想想，为什么管子会堵？是因为血液里垃圾太多，血液太冷流不动啊。你把这儿通开，过2天别处又堵了，有什么用？肉桂下去，那股纯阳之火直接助燃心火，心火一旺，心脏搏动力瞬间增强，推动血液像洪水一样冲刷血管，挂在血管壁上的血栓斑块、油脂，在高温高压冲刷下根本站不住脚，全被化开冲走。所以当你喝下这杯水，感觉到的暖流不是开水烫，那是你气血被激活了。咱们得特别讲讲慢性炎症这4个字，现在简直成万金油了，哪不舒服都说是发炎、胃炎、肠炎、鼻炎、咽炎、前列腺炎、妇科炎症。西医对付炎症就一招，抗生素。可抗生素在中医看是极寒之药，你身体本来就寒，因为寒垃圾排不出去，细菌才在那儿滋生。细菌不是病因，细菌是吃垃圾的清洁工。你家垃圾不清理，来了苍蝇，你拿杀虫剂拼命喷，苍蝇死了，垃圾还在，过2天蟑螂又来了，吃抗生素把细菌杀死，看似炎症消了，可身体更寒，抵抗力更差。下次稍微吹风，炎症卷土重来，一次比一次狠。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小时候老输液，长大身体一塌糊涂。肉桂蜂蜜水走的是相反的路子，我们不杀菌，我们改变环境。肉桂的热能把体内寒湿蒸发掉，蜂蜜的润能把干燥滋润好，就像把阴暗潮湿的地下室打开天窗，阳光照进来，空气流通了。阳光明媚，通风好的房间还会长霉生虫吗？根本不用杀，它们自己就待不住了，因为不适合生存了。这就是中医的不治而治，我们治的是环境，是土壤。再说失眠，这真是现代人的绝症，很多人睡不着就吃褪黑素、安眠药，那些药我化验过，其实就是麻醉剂，强行阻断神经传导，把你打晕过去。真正的睡眠，中医叫阳入于阴，白天阳气在外护卫身体，晚上阳气得回家，钻到阴穴里去休息。如果你体内太寒，全是冰，阳气想回不去，那是冰窖啊，它只能浮在外面，浮在头面，所以你脑子清醒，眼睛瞪大，身体却累得不行。肉桂的作用就是破冰，它把你身体内部冰窖砸开，溶出一条通道，引火归元，拉着浮在外面的阳气回到肾里肝里。我太多病人喝这方子后，第一反应都是，孙杨老师，我好像回到小时候了。什么叫回到小时候？就是那种倒头就睡，雷打不醒，早上起来梦都不记得的睡眠，这才是高质量睡眠。睡好了，肝脏能解毒，免疫力能恢复，一环扣一环，身体自然就好。接下来讲一个很多女性朋友关心的点，减肥。虽然标题没写，但这绝对是蜂蜜肉桂水的一个巨大副作用，让你变瘦。你看现在的胖子，10个有9个是虚胖，
肚子上一圈肉软塌塌的，那不是肉，是痰湿，是身体排不出去的废水。为什么排不出去？因为气化功能弱了，就像烧开水，火大水变蒸汽排出去了，火小水就淤在那成死水。肉桂就是那把火，坚持喝，你会发现小便量多了，开始出汗了，这都是身体在排湿。湿气一排，堆积在肚子大腿的赘肉自然就消了，而且这种瘦是紧致的，健康的瘦，不是饿出来的面黄肌瘦。好了，讲了这么多原理案例，具体该怎么做？这里面有讲究，不是随便乱喝，大家记一下，配方和步骤很关键，这部分一定要用心看，细节决定成败。第一，选材。蜂蜜必须是天然，非加热处理的生蜂蜜，别去超市买兑糖浆的假蜜，那种喝了只会生痰。白糖是酸性的，是把甘蔗里维生素、矿物质全提掉后剩下的纯热量，吃进去只会制造酸毒，滋养细菌。我们要天然蜜，最好是深色，带点苦味，甚至有花粉颗粒的，那种才含植物精华，才有消炎杀菌、修复黏膜的作用。古人做药丸为什么要用炼蜜？因为蜂蜜本身就是防腐剂，能万年不腐，它进身体就能帮你防腐，帮你把坏掉的组织长好。再说肉桂，别买磨好放很久的肉桂粉，药味早跑光了。我们要药力强的，最好去中药店买整根肉桂要厚实油多的，现场打粉。好肉桂粉一打出来满屋飘香，辣味能熏出眼泪，这才是好药。如果你买的肉桂粉只有甜味没辣味，那就别喝了，那是木头渣子，没用。真肉桂入口是辣的，回味甘甜，咽下去像一条火线。第二，比例一般是1勺蜂蜜配1/4到半勺肉桂粉。如果你体质特别寒，手脚像冰块，可以多加肉桂。如果容易上火，口干舌燥，就少肉桂多蜂蜜，这叫因人而异，中医从不死板。第三，冲泡方法，这一步最重要，千万别用开水，蜂蜜里活性酶怕烫，肉桂挥发油也是药效关键，一烫就没了。先用一点点温水把肉桂粉化开，肉桂粉不易溶，要耐心搅拌，再加蜂蜜，最后加温开水，大约40度左右，搅拌均匀。第四，饮用时间。早晨起床刷牙后的一件事，空腹喝，喝完后站桩或慢走10分钟，让药性散到四肢。晚上睡前也可以喝半杯，早晨喝是补阳气，晚上喝是引火归元助睡眠。喝了之后可能会出现几种反应，我先给你们打个预防针，免得慌张。的一种，肚子咕噜叫，放屁多甚至拉稀，恭喜，这是好现象，叫排寒。你肠胃里积了太多寒气浊气，肉桂热力一下去全逼出来，这时候拉的东西往往是腥臭甚至黑色的。别怕，拉完你会觉得肚子轻松，身体轻盈。第二种，咳嗽加剧，痰变多，很多人一咳就吓得停药，错了，这叫翻病。本来痰粘在肺泡上出不来，现在被肉桂化开，蜂蜜滋润，变稀了，容易出来了。你要配合身体把它咳出来，痰会从黄浓痰变白稀痰，最后没痰了，咳嗽自然停。第三种，发热或皮肤起红疹，这也是排毒，尤其以前乱用激素药膏、抗生素的人，毒素被压在身体深层，现在被顶出来了。这时候千万别抹药膏压它，让它发，多喝温水，多出汗，几天后疹子退了，皮肤会像婴儿一样光滑。讲到这里，我得给想尝试的朋友列个黑名单，喝这方子调理期间，有几样东西绝对不能碰。如果你一边喝肉桂水补阳气，一边吃这些东西泄阳气，那就是浪费钱浪费时间，最后还怪方法不准。第一样，牛奶。我知道很多人会反驳，说牛奶补钙健康，可那是西方人体质，东方人肠胃大多缺乳糖酶，牛奶是极寒湿的东西，牛有4个胃能消化，你只有1个胃，消化不了。
喝下去的牛奶在肚子里发酵，产生大量粘液，这些粘液就是痰湿来源。你想治咳嗽、治炎症，牛奶必须停。第二样，水果，尤其是反季水果。现在人不管春夏秋冬，天天啃苹果、梨子、西瓜，水果在中医里大多寒凉。以前人吃水果是夏天胃解暑才吃一点，现在你们大冬天也吃，身体那点微弱阳气直接被浇灭。调理期间所有生水果能不吃就不吃，实在想吃，煮熟或加姜粉吃。第三样，绿茶、凉茶。很多人觉得自己上火，有点炎症就喝凉茶，大错特错。你的火是虚火，是因为寒气太重把火逼上来的。再喝凉茶就是雪上加霜，要喝就喝红茶、普洱、姜枣茶。怕有人说我是老古董，我再讲点科学依据。除了哥本哈根大学的研究，日本也有研究发现，肉桂干有极强扩张血管作用，能让毛细血管开放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我们很多病是因为微循环堵塞，比如糖尿病足、眼底病变，就是末梢血管堵死了。肉桂能把这些微小通道打开，让营养送过去，垃圾运出来。美国的科学家发现，蜂蜜和肉桂混合后会产生一种特殊复合物，对胃溃疡的幽门螺杆菌有极强抑制作用。你看，西医杀幽门螺杆菌用3联4联疗法，大把抗生素杀敌1000自损800，而我们这一勺甜甜辣辣的水就能解决问题，还不伤胃黏膜，反而修复它。这就是中西医的区别，西医把人体当战场，炸平也在所不惜；中医把人体当花园，我们松土、浇水、施肥，让生命自己生长。我再讲个故事。前几年有个大老板，50多岁，身家几十亿，什么都有，就是没睡眠，没胃口，胃吃什么吐什么，人瘦得像鬼。去美国、瑞士做遍高端检查，说是神经性胃炎治不好。他找到我时是轮椅推进来的，说话都没气力。我看他舌头，舌苔白厚腻，舌质淡白，边有齿痕，把脉沉细无力，这是典型的脾肾阳虚，寒湿困脾。他的胃就像冰冷铁锅，拿煮的熟饭。我没开几十味大方子，就让他每天早晨喝蜂蜜肉桂水，晚上艾叶泡脚。他当时眼神明显不信，觉得我花几百万没治好，你这几十块钱的东西能行？我说你别管钱多钱少，有用就是无价宝，没用就是垃圾。你是1周后他自己走进来了，虽然还瘦，但眼睛有光了。见我的一句话是：孙杨老师，我饿了。你们知道这仨字多金贵吗？有胃气则生，无胃气则死。他能绝饿，说明脾胃苏醒了，说明火点着了。后来他又坚持喝3个月，体重长了20斤，全是肌肉，现在满面红光，声音洪亮，哪像病人？他问我到底什么原理？我说这叫4两拨千斤。你身体像陷入泥潭的豪车，之前名医是在外面推不动，而肉桂蜂蜜水是进去把发动机点着，车是自己开出来的，不是推出来的。朋友们，这块节奏时代我们都太急了，急着赚钱，急着成功，连生病都急着要好。可身体修复有周期，细胞更新有周期，你的病不是一天得的，是几十年积累的寒气，哪能3天就全好？这3天只是一个启动信号，真要把身体调好，你得坚持喝这杯水，坚持改掉坏习惯。我常说，医生只能做3成，剩下7成在你自己手里。这一勺蜂蜜，一勺肉桂，代表一种生活态度，代表你开始关注内在，倾听身体声音，回归自然。别等病入膏肓才想起养生，别等躺病床插满管子才后悔没早点照顾自己。现在医院大楼越盖越高，设备越来越贵，可病人却越来越多，这难道不值得我们反思吗？我们是不是丢掉了一些最珍贵、最简单的东西？今天我把这方法教给你们，它简单到简陋，便宜到廉价，
但它是千百年无数医家验证的真理，是大自然给我们的礼物。从明天早晨开始，走进厨房，别拿那杯冷冰冰的牛奶，别倒那杯全是色素的果汁，给自己冲一杯热腾腾、香喷喷的蜂蜜肉桂水。喝下去那一刻，闭上眼睛，感受那股热流顺着食道下去，温暖你的胃、你的心。感受手指慢慢变热，呼吸慢慢变深，那就是生命的力量在苏醒。如果你觉得这方法好，别私藏。父母年纪大，关节怕冷，给他们喝；爱人工作压力大，失眠多梦，给他们喝；孩子不爱吃饭，老感冒咳嗽，把量减半给他们喝。这不只是一份健康，更是一份关爱。在这薄情的世界里，我们要深深活着。在这寒冷的日子里，我们要热气腾腾活着。今天内容就到这里。如果你坚持喝的过程中身体发生奇妙变化，或有什么不懂细节，请在评论区告诉我。你们的每一个反馈都是对中医智慧的一次验证。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孙阳，来自岁月安心站，咱们下期再见。